你叫什么？我叫韩立。他怎么在这儿？这拿升仙令的，不会是他吧？这家伙，不可能！一个伪连根怎么可能会有升仙令啊？据说凭升仙令进来了，可以直接获得筑基丹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祖上曾立过大功。我看这家伙祖上不像立过大功的，一个凡人也想混进来修仙。祖上立过大功，我们修仙家族的珍贵资源都用在后代的身上，就连我不都是靠在天舞台上拼命才有资格拿到筑基丹的吗？这家伙，凭什么？好了，我们既然是来修炼的，就好好修炼，不要妄议他人。知道了。明白了。师妹说的对，我们是来修仙的，不像某人是来当癞蛤蟆的。就是。你不用在意这些新弟子的议论啊。五行灵根占了4个，简直不能再差了。是啊，还是个伪灵根。是啊，哪位世家把升仙令用在了这些废料身上啊？可我怎么记得门规第23条规定，凡持令拜山者，不论资质，也不问来路啊！啊？确实，我记得按规矩，还得给他一颗筑基丹。什么？筑基丹给他？太浪费了！那我那些弟子怎么办呢？哎，这防风国说这伪灵根他已经是赚大便宜了，还真要给他这筑基丹呀？该给还得给，嗯，不能因为一颗筑基丹坏了规矩。对，传出去让其他6大门派笑话。没错。师叔说的对啊，无论这个人资质如何，都应该招他入门，筑基丹也应该给他。不过，不过什么？筑基丹的配额每年都是提前分配好的，今年只是给泰南小会的第1名准备了1颗。如果给了此人，那第1名可就没有了。没有就没有。我的意思是说呀，没有你可以暂时拿灵石补啊，反正他是第1名，来年肯定有他的名额啊。行，就这么定。就这么定。吴师弟，去迎他入股吧。是，掌门师兄。师姐，请。臭小子，刚才赌局的人情我可还掉了啊！走了，喝茶，喝茶，来。嗨，茶不挺香的吗？哎，佟掌门，我的茶呢？啊，请。来晚的没茶。茶一般啊。是好喝。还有，真的。哎，吴师兄，吴师兄，你就是那个拿升仙令？正是，我叫韩立。这升仙令稀有，我都未曾见过，你是如何得到的？祖上传下来的。那你是哪个世家的子弟，或是家里有什么前辈在棋派中任职啊？弟子出身凡世，并非世家子弟。无妨，升仙令稀有，你能得到也说明与我黄风谷有缘。我姓吴，从现在起，你可以叫我吴师叔。啊！欢迎你加入黄风谷。我现在真的进入黄风谷，成为弟子了。
多谢吴师叔。今日就暂且由我给你做个向导，带你了解一下谷中的注意事项。跟我来。师叔，注意脚下。那是仙机殿，存放着一些基础功法和丹方。 师傅临时便可节约，平日我会在此任职。西边那片就是你们炼气弟子的住处，除了有点热，像个蒸炉，倒没有什么其他缺点。如果你有足够的灵石，也可向谷中申请搬去后山更好的住处。让开。否则就要等你筑基成功，谢谢师叔，再开设自己的洞府了。 谷中要花这么多灵石，我怎么才能挣这些灵石啊？可以去百济堂领取任务，赚取灵石。都哪些任务啊？像是照看谷中的灵禽异兽，或是去矿场监督采挖灵石，或是到传功阁指教入门弟子功法等等。任务不同，赚取灵石的数量也就不同。管百济堂的是叶师叔，他的性格有些古怪，你放机灵些。 这儿就是炼丹房了，等你攒够足够的灵石，就可以来了。老叶，大清早的你忙活什么呢？带了新来的弟子到你这儿领入谷用品。不是刚领过吗？怎么又领？韩立见过叶师叔。哎，你就是那个升仙令吧？连你都听说了，这帮年轻人学东西不起劲儿，传闲话倒是个顶个上心。你小子实力不行，运气倒是不错。 在这儿等着吧。不要乱动。到我这儿来。 这是黄风谷的出入令牌，抽一次灵力注入其中，激活它，以后它就是你的了。可以注入灵力了。10倍储物袋1个，基础功法1本，日常精炼工具1套，烈阳剑、冷月刀各1把，入谷的黄丝毡1件。 接任务赚灵石，换装备花灵石，以后都在我这儿了。以后你有灵石再来找我吧。谢谢叶师叔。怎么样，黄风谷的弟子服是不是天衣无缝啊？是，我从小到大第一次见到没有针脚的衣服。 来，你来。谷中的事务大概也就这些了。按规定，持升仙令入门者，可提前得筑基丹1枚。这枚就是你的了。快收着吧。我跟你说，给予筑基丹的大有人在，一定要妥善保管。如果弄丢了， 花多少灵石也都买不来。多谢师叔。平日我负责你们年轻弟子的基础功法，
若日后在修行上有什么不通之处，随时来找我。等日后弟子筑基成功，一定不会忘了今日师叔的指点。筑基的事你就先不要想了。但不管你日后能否筑基成功，这颗筑基丹都务必要保存好。弟子记住了，多谢师叔。赶快回住处吧。即便给了我一颗筑基丹，以我这伪灵根，终究也无法筑基。刚才吴师叔说的，就这意思吧？你看我有什么用？暴殄天物，瞎子点灯，白费了。好白的雪。哟，这不是升仙令吗？升仙令。我叫韩立。韩立哪有升仙令响亮啊？不如改个雅称，就叫升仙令。你们两个少说两句吧。洪福师祖。选一片你们喜欢的叶子吧。一会儿你们上去试试。黄风谷之大，凭你们的脚力，怕是10天也走不完。不会飞的人，在黄风谷根本无法立足。你们中的大多数人，恐怕只在梦里飞过。胆子小的，怕是连这样的梦都不敢做。这样的人，根本飞不起来。所谓修行，首先要打破内心的限制。鲲鹏能飞，人也可以飞，成天地之正，与6气之变，便可平虚御风。师祖，是只要相信自己可以飞，就真能飞？那我们修行之人，岂不成了痴心妄想之徒？能不能是一码事，行不行又是另一码事。别人行，不代表你也行；别人不行，更不代表你也不行。宠辱不惊，随心而动，这便是修行者所追求的境界。好了，道理都跟你们讲完了。飞过前面那座山，你们便算正式留在黄风谷了。还有什么问题吗？洪峰师祖，您刚说飞过山就行，没说非要用这叶子吧？随你们，我在山那边等你们。谁还用这破叶子？走，走，姐，走。
这个叶师叔，明明他的眼神都在木雕上，我却有种被窥视的感觉。莫非，人真的是能一心二用？进来吧。见过叶师叔。来接任务啊？第一次自己一个人来，要不要我给你介绍一下啊？驯服灵兽，50灵石。这么多？不过驯服灵兽会有危险吧？富贵险中求啊！你要是不敢呢，还有这个，移走一座山，100灵石。有没有简单一点的？那么多灵石我也用不了。如果这2个你都看不上，那你就只能下个月再来喽。叶师叔，百药园这个任务还有吗？我能不能选这个？你可知道百药园是什么地方？啊，我之前飞行的时候往下面看过一次。如果只是管采药的任务，那我还是可以胜任的。别怪我没提醒你啊！百药园的灵草可比黄风谷的弟子要金贵，万一要是养死了1、2颗，要赔的灵石可不是几百几千能打住的。不相信我？弟子不才，还想试一试。哼，良言难劝，该死的鬼哦！拿灵石吧。啊？我来接任务，怎么还要给你灵石啊？按报酬分1成的介绍费呀，这是规矩。那其他任务呢？再说了，为了避免你毁坏灵草和赖账，接这个任务你还得押1000灵石作为保证金呢。没钱寸步难行啊！你一点灵石都没有，怎么在黄风谷立足啊？百药园。其实也不是没有办法。叶师叔是愿意帮我一把？简单。你不是有筑基丹吗？卖给我，你不单可以拥有一大笔灵石，我这儿还有更好的任务，随便你挑。叶师叔，这筑基丹应该用不上了吧？是帮谁要的？你问这个有什么用啊？你一个伪灵根，一生都与筑基无缘，我愿意用灵石来买，你应该谢谢我。正是这样，只要有1/1000的机会，晚辈就不想错过。200灵石，我再给你加50，你可别得寸进尺啊！这可是250灵石，以你的实力，根本护不住这颗筑基丹，你又何必死攥着不撒手呢？万一要是误了性命，那就得不偿失了。师叔，这是在威胁我。看来今天不拿出这个筑基丹，是出不去这个门了。你确定要这个百药园的任务吗？是，我要。
听此令，找你的马师伯去吧。也许，正如叶师叔所说，凭现在的我，是保不住这枚筑基丹的。好在，得到了这百药园的任务，接下来可以潜心培植灵草，炼制丹药，提升修为。至于筑基丹嘛，总会有办法的。有人吗？有人吗？有人吗？我是领了任务，前来看顾药园的弟子韩立，请问马师伯在吗？别在那里大吵大闹啊！不要吓到我的花草啊！是马师伯吗？如果我不是，谁是啊？师伯好，弟子名叫韩立。这里虽然是百药园，但这里面呢有过千万的药材。你想留下？那，你今天呢就数清楚这里有多少株。数错了的话，哈哈哈哈，明天就不用来了。除草药。你数清楚，就知道死了多少株。到那时呢，要你赔了。你就无话可说。是。1723、1724、1725、1726。这里各式药草一共7123株。1727、1728、1700。我每天都来这里画画，这里的每一株药草我都记得，绝对不会错。1739。你是新来的弟子吧？啊，1700。不好，他好像在用什么法术，功力应该在我之上。快走！等等，姑娘何事啊？你干嘛？别动，我就看看你。看起来平平无奇，灵力资质也一般，不过眼睛不错，很干净。姑娘，请自重。你不喜欢被人看？我只是不喜欢被人盯着，你这样看着我，会让我觉得很不舒服。啊，你是不是看到我很紧张？你放心，这药园里啊，除了这些花花草草，平时很少有人来的，你不用紧张。哎，别动！西虫榜排行第91位的地鳌甲。哎，你看它长长的脚，黑白相间，直指向天，多威武！再看它身上细细的绒毛，在阳光下发着绿莹莹的光，多漂亮，像大将军似的。什么西虫榜啊？这虫子也分排名。哎，是啊，修仙者都有排名，为何这些虫子花草不能有？
你可别小瞧这百药园，这里面可是卧虎藏龙呢。是啊，这个修仙圣地果然是千奇百怪。数到哪儿了？哎呀，全忘了。你别看我了，行吗？1、2。可是人不就是生来要给人看的吗？你看这些爬虫啊、花草啊，他们就不在意我们，所以他们很开心。你又何必在意别人的目光？怎么这药园里都是一些怪人呢？真希望谁也别注意我。不过，他看上去好像对这里很熟悉，要不趁机打听打听。受教了，在下韩立，不知姑娘怎么称呼？哦，原来你就是那个升仙令啊！我没有看不起你的意思，我是董轩儿，那以后我们就算认识了。敢问姑娘也是在这园中当值吗？她可是董轩儿啊，没人能够喜欢她的。马师伯，马师伯，好，既然你们两个已经认识了，我就不用多费口舌介绍这么多啊。那这是韩立，董轩儿呢是和别人不一样的，他是谷中结丹修士，亲传弟子，所以呢，眼中万物与你所见不同，你就不要和他浪费时间了。弟子明白。喂，这个是个好东西呀，你觉得怎么样啊？确实不错，看这品相，再养个10几年就可以突破凡品，进阶2级了。还是你喜欢。天地有造化，万物生世间，既然存在，就应该学会相互欣赏，不是吗？韩立。哦。所见极美好，也许这也是一种修行吧。啊，这个百药园真好啊，我喜欢。今天怎么样啊？好像不是很开心哦。哎，开心点。马师伯，今天找到多少株啊？要是只算表面，是7123株；要是算上在地下生长的玉龙根，总数是7177株。不对哦，我数了2遍的，肯定没错。7182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。还有5株在我手里。哎，算你过关，拿着。勉强算你合格了。谢马师伯。那我可以留下来了吗？马师伯，我之前种过药草的，请马师伯放心。你在这里等下。别瞎看。韩磊，过来呀！以前曾经跟你讲过，如果药草种死了，你是要赔的。那你是不是准备了一个赔偿计划？弟子一定尽力。那好，有什么事就记下来。好了，这里就交给你了，我去闭关了。
你可暂居此处啊，方便打理药园。我1季之后呢，回来找你。到时丰收了，应该给你的零食是不会少的，好不好？马师伯尽管放心。那还有啊，千万不要打扰我啊！怎么了？哎，谁呀？谁？家主！家主！夫人，家主还有脉象，快先救家主！快先救家主啊！慢点儿，还跟上！哎，你怎么也跟过来了？我回书房守着去，任何人不得入内。家主。郎君，该喝药吧？我说不喝，开不喝！杨公，等看。冥府，藤杆，求死来了！我来投案。家主，你醒醒啊！正面3刀，背面4刀，又是7刀，跟城外那个无名男士一样。
那短剑可有人动过？我一直派人看管书房，你还不快进来？回冥府的话，回冥府，我一直在外守着，没人进来。这里摆放过一面屏风，冥府，癫狂梦醒柴胡功，相附青皮半木通。癫狂梦醒汤。腾宫疯癫，自何时而起？那个，大概有半年时间。那墙边可是一直有一个四扇屏风？其实那件东西乃是件不祥之物，所以事发之后，家主便差我等把它搬到库房去了。屏风，不祥之物。正是这屏风邪祟，招厉鬼附身，才害家主杀死夫人的呀。冥府，请看。杨柳吐蕊，春日景色。书生伏案小睡，一女子入梦，青山绿野。这画的是书生夏日复考，然后是深秋时节，书生考取功名，披红归乡，恰与梦中女子相逢。这最后一幅应该是冬日期画。哎，为什么变成了杀妻血图啊？从前真不是这样的，本应是佳偶相拥的图画，可不知因何缘故，就变成这样了。变成这样，是自何时而起？5日之前。凶器有被移动过的痕迹。从现场的痕迹来看，有人进入过凶案现场，行凶后翻墙逃逸。难道凶手另有其人？清明府判我死罪。哦，快进去，快进去。请将昨夜之事细细道来。昨夜暴雨，我在书房写作，怎料癫狂症发作，是我杀了他，一定是我杀了他。恳请冥府切莫容情，判我死罪。腾公节哀。案情尚不明了，请恕我不能够结案论罪。腾公不妨先回房休息，李某自会将案子查个明明白白。判我死罪！
之前有剪，我比。死者指尖、耳中、发髻上皆有白色粉末。7刀，为何都是7刀？明父，没什么味儿啊。张堪已经认了，癫狂症发作杀妻，这个案子可以了结了吧？那齐平为何无故变化？窗外留下的足迹，进入书房挪动尸体的人又是谁？这么多疑团都没有破解，就结案了？蝶儿姐，我就知道你在这儿。没少赢啊！这可都是我靠自己本事赢来的，合律合法，愿打愿挨。还有啊，我告诉你，我的事儿呢已经了了。谁了的？立规矩的人。还赌吗？江湖权力不是儿戏，真要赌，咱们换个赌法。你还要赌什么？咱们就赌你们手头上的案子。狄仁杰要是真能把无名尸体的案子破了，查到真实元凶，那我这江湖就归他管了。可是他如果破不了，我也不图你们什么。咱们关家、江湖各不相犯。赌了。如果你破了无名尸的案子，那从此以后蓬莱县你说了算。不然呢？这儿有3颗铜头子，1颗头子我帮你们办一件事情。这方圆50里之内你可以打听，没人敢不给我面子。没想到你还是个讲究人，谢了啊。等等，3颗头子只能办3件事，你可别给我偷奸耍滑。没什么不然啊，你可是狄仁杰啊，这案子你肯定能破，你得努力啊，怀英。哎，这赌来的钱呢，不算是脏钱。用这钱买来的靴子，自然也不算是赃物，这个可不脏。哎，你干嘛去？回屋换靴。马蓉啊，小狗啊，啥都好，就是爱吃屎。什么时候把这个毛病改了，小狗啥都好，啊？哎，狄仁杰，你什么意思啊？谢了。滕公悲伤过度，旧疾复发，好好休养才是。这些都无妨。明父可知，我20多年前流连京畿之时，与你的父亲有过数面之缘。令尊为人磊落，音容
至今牢记于心的。当年我官拜右屯卫长史，叫做滕仲元。南雁白发悲，孤塞山岳林。天地常入夜，生死共长生。自父亲离开之后，这首诗一直常伴左右。今日得遇父亲故人，是怀因之幸啊。只是不知滕公为何？不知为何，我从大漠孤烟转投风花雪月，是吧？是银莲改变了我。自从我与他成婚，我便不愿再去碰触杀伐决断，所以改了名，只想做一个沉迷在温柔乡里书写情书的庸人。如今年过半百，唯愿与银莲共度余生，别无他求。可是现在，这一切被我亲手所毁。淮阴尚有一事不明，滕公为何一定要把罪名揽到自己身上？冥府，即便你不判我，老天也将判我。手刃爱妻，忘情负义。与其每日尽受煎熬，独活残生，不如早赴黄泉，在地下与银莲相见。冯侃求冥府，看在与令尊的交情上，判我死罪吧。滕侃谢过冥府了。滕公万万不可，淮阴既谋圣恩，自当依律行事。滕公也曾在朝为官，自当熟知唐律。依唐律，癫狂病人无伤人命，当从轻论处。滕公才名远播，全县百姓上书请命，于情于理，我都该判您无罪啊。命苟存，心有死。有一事，淮阴还望滕公能够如实相告。你是想问那四七平的事儿吧？正是。那七平是我10多年前在殿中偶然看到，春、夏、秋、冬4幅气画，画中故事与我和银莲一般无二。梦中相见，露台相识。画中有姐妹4人，银莲出阁前，家中也有姐妹4人。你说，这不是我和银莲的故事，还能是什么？就是因为这种种巧合，我认定这七平一定是我和银莲的独属之物，这才将它买回来。可谁曾想，就在前几日，这酒杯却变成了利剑，刺入了他的前胸。家主，我今天状态尚好，不必喝药。可是夫人亲自嘱托。夫人，我也说过不必喝药。可是夫人说。夫人说。夫人说。
郎君，喝药吧，喝了就会好了。你喝。我说不喝，你还不喝？郎君，没事了。对不起，云莲，对不起。齐平，自齐平。郎君，郎君，你看，郎君怎么会这样？郎君，郎君，郎君，郎君。有鬼！有鬼！家中被烈鬼附身了！站住！当时我的疯癫之症已经越发加深，唯恐真如齐平预言一般，把银莲杀死，所以让下人们把齐平锁入库房。结果到头来，我还是失了心智。滕公，可认得此画中人？滕公与父亲相识，为何不告诉我？家主交友甚广，我如何全都能记得啊？更何况，那都是20多年前的事情了。不过说起滕仲元的先祖，那倒是大有名气啊。说说。贞观13年，滕仲元的先祖官封剑南道魏军镇父，本来是仕途顺畅，结果没想到患了癫狂之症，夜间发作，拔刀闯营，一连杀了17名士卒，引起哗变。滕仲元的先祖闻惊谢罪，